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星期六。妈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呀！事情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呀！那这个事情究竟有多么的不得了呀？来，面具人念给你们听听今天的标题啊！我讲的这些事儿可都是真的呀。马云被整死了，阿里巴巴要被罚182亿元。学区房的名额定死，小学只上4年，然后呢就全部进工厂，宅基地全部都要收费，中国人强制安装监控软件，中共为何强大？习近平的统治日记大公开。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到了没有？面具人说的以上的这些事件啊，都是已经真实发生了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前半部分啊依然是讲新闻，后半部分呢，咱们就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讲中共为何强大，中国人为何如此的无奈，习近平的统治法宝究竟在哪儿？我今天就会讲到中共统治的一个核心秘密，那就是合理化后的认同与既得利益结合的问题，这个是重中之重。面具人，我相信你们听完今天的这个节目都会豁然开朗的。好，咱们先来说马云啊。4月10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2019年销售额4%，共计有182.28亿元的罚款。听好了啊，是销售额啊，不是利润啊。那这直接罚营业额的4%，算是比较严重了。那除了罚款以外啊，阿里巴巴还要按照行政处罚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要阿里巴巴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并且呢，要求连续3年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自检自查的合规报告。那这就等于说是阿里巴巴被罚完以后还要处于监管状态。那对此呢，阿里巴巴在微博上面还发布了致客户和公众的一封信，写的很多，总体呢就是一句话：今天的处罚是对我们的警醒和鞭笞，阿里巴巴将心存感恩，心存敬畏。大家听到没有？阿里巴巴被罚了以后，还要感谢党罚了他。阿里这样说，其实背后大有玄机呢。这就涉及到了中共统治的一些内幕操作手段啊，一些核心机密。我会在节目的后半段给你们揭秘的。顺便呀，大家来看这张图啊。你看下面的留言有好几百条，清一色的都是号召把阿里整完以后，继续要把腾讯也整死。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些评论当中呢，别有洞天，也有大秘密呢。底下的评论呢，有几个是活人，咱们都是无法确定的。大部分呀，其实都是机器人，也就是说，这些留言是共产党的意思，是共产党故意要带节奏。哎呀，从这种感觉来看呀，腾讯也快了。然后呢，就是这些底层的暴民啊，确实也有不少人，是见不得别人好。这些留言当中呢，也有一小部分是真人，说，腾讯也该死，把腾讯也打倒。他们都是抱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要打倒这些资本家。哎呀，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企业提供了多少岗位，提供了多少就业，有多少家庭靠着这些公司吃饭，包括保险行业呀之类的。你们看，之前又说打倒保险业务员，又说打倒腾讯，又说打倒阿里巴巴。你说你们天天喊着打土豪，可是这土豪打了半天，全部打倒了以后呢？然后钱也到不了你的口袋里面嘛，是不是？
这些钱也都是人家习近平红色贵族拿到外面去潇洒，去大撒币，对不对？把他们的小三、情人、二奶全部拉出国，跟你有啥关系吗？你以后还是没钱，你以后了不起，只配用数字人民币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时代都不缺这种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好的无产阶级流氓，而这些人呢，他还就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之一。你看底层暴民，他们普遍没学历、没本事、无脑、好骗、好煽动、好控制。对呀，那么究竟该如何大批量的制造这些无脑、没学历、好骗、好煽动、好控制的暴民呢？有的是办法，你们听好了。4月9日上午，从合肥实验学校了解到，该校在全省率先探索的学制改革实验正启动专家论证，计划今年秋季再次启动招生，并且呢，对改革班的学生实行个性化教学。这个个性化教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缩短小学的年限，把6年缩短为4年，并且呢，联合初中一共加起来是7年。听懂了没有？我讲的够清楚够慢了吧？把小学6年压缩为4年，联合初中一共是7年，懂了吧？按理来说呢，咱们原来光上小学都要6年时间，可是呢，现在的新政策让你从小学上完初中也就只有7年时间，厉害不厉害？你看共产党的这个脚步快不快？前段时间呢，还说只是考虑建议要缩短小学的年限呢，这才短短的过去了1个月不到2个月，就已经有安徽的小学给安排上了，小学6年缩短到4年。咱们再结合之前所说的中考只有30%的通过率，那么这也就意味着70%的人是无法受到高等教育的。再加上这个小学缩短到了4年本来6年学完的东西，你给压缩到了4年学完，那这些孩子就更考不上高中了呀，是不是？然后呢，早早上完学，认识几个字儿以后呢，就趁着年轻力壮，赶紧进工厂或者去种地，对不对？多好的！反正大部分人都是要被淘汰的，接受不了高等教育的，不如早早下苦，早早干活，早早挣钱养家。那说到上学了，就不得不提到学区房了。很多家庭呢，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他们就会花重金买学区房呀。可是呢，这就是共产党给你埋的坑，他先通过各种政策让你去买学区房，逼你去买学区房。不买学区房呢，不让上学嘛，对不对？你为了让孩子上学方便，你只能去买学区房。共产党就借着这个噱头，以此来抬高房价，然后就开始再限制学区房，把学区房变成学位房，听懂了没？学区房跟学位房的区别就是，本来这个房子不管谁买了以后，他都可以在这个房子附近上学，变成学位房了以后呢，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的学位只有一次，用了就没有了。于是呢，随着房子属性的稀缺性增高，房价呢就会按照共产党预想的去抬起来。房价抬起来了以后呢，又为了要避免这些房成为二手房去流动，然后呢，共产党又说了，这个学位房也不能转让了，你必须自己用，并且呢，你不用就作废了那照这样看的话，这二手房还卖个屁呀！各位观众，听到这儿爽不爽？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们，你们是玩不过共产党的，你们还不信？看，共产党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你套进来，然后呢，杀鸡杀猪杀鱼，对不对？你还觉得你能在党的政策下面占到好处占到便宜？你吃屎去吧你！
国内现在还要强制安装什么反诈骗软件儿？你们看这些图，其实面具人我想说啊，装什么反诈骗软件，这些呢都只是预演，用来做心理按摩用的。这些什么监控呀、反诈骗的功能，数字货币钱包以后都会有的。现在慢慢推出，让你装个这个，装个那个，也都只是为了缓一缓，让大家适应而已。以后呢，国家说哦，你的手机报税装一个软件啊，住店装一个软件，出行装一个软件，多麻烦的啊！一个手机每天干个啥，要下30-50个软件。好了，国家给你化整为零，装一个数字钱包。哎，这些功能全都有了，不管是什么地铁呀、共享单车呀、叫出租车呀、上班呀、上学呀，全部一个 APP 搞定，好不好？多方便的。然后呢，你的工资，那咱们也用数字人民币开工资嘛，多好的。好了，再给大家看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又印证了面先知的一个预言。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就进入咱们今天的深度环节，那就是中共为何强大？习近平的统治日记、统治秘密大公开。看完我讲的今天的深度节目以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哟。农村的朋友注意了，宅基地改革167平米以上要收费了。河南已经出了明文规定，但是167平米是不是太少了呢？我们村民种庄稼的拖拉机、收割机等等生产工具都不一定有地方放。按照这个标准，估计好多农户都要超标了。您觉得这个规定合理吗？好，昨天我们讲到了认同和顺从，对吧？那今天咱们就谈谈合理化后的认同与既得利益结合的问题，然后呢，咱们再谈谈资讯控制的效率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心理学基础。半个世纪多以前，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东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展现出了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东方的专制程度自古以来都是西方难以匹敌的，什么诛九族、诛十族，甚至呢，为了一句话，冒犯圣上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村庄的人全部杀光光。这些行为呢，是在西方历史上也很罕见的，但是呢，这在中国就是家常便饭。就连马可波罗到了中国以后，他都对中国当时如此的高压，经常用各种花样繁多的酷刑，以及人民近乎病态的服从，对这种状态非常的诧异。传统的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异于西方社会的超稳定结构。2000多年来，若干次的王朝更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咱们从心理学角度上来看啊，有一个微妙的因素，就是传统中国社会让底层民众有一个寄身于上层的梦想。画大饼，懂了没？举个例子，科举制度就是实践这一梦想的制度保障，是不是？西方的非契约社会就是西方的古代封建王朝社会啊，他们都是以世袭为主。社会阶层呢，他们是通过血统就固定了下来，什么贵族呀、城邦呀，对不对？而中国社会除了最顶尖的皇权贵族，他们是血统固定的以外，中国的官僚阶级却从来没有通过血统来固定过。虽然说习近平的红色贵族想要挑战这个中国的千古统治模式啊，玩那种红色贵族代代相传的大范围彻底的血统政治，这看似很疯狂，但是习近平有他的底气，这种事儿呢是有一定的成功性的。为什么？你听面具人接下来讲嘛，听完了你们就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了。中国古代民间选拔的效率自古以来都是略高于西方的，科举制让中国的社会底层的每一个有天赋的努力学习的人，这些半精英都有机会脱颖而出，爬到上层。
正是因为底层的民众们，他们都有机会上升，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通过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体制。周作人曾经说过，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灾难过去以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率也是我们民族的特点吧。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每个受压迫的个体，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施压者，所以呢，我们不用忏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获得了比之前更优越的生活，尤其是在1949到1979年期间，非理性的社会运动清洗了大量的社会成员，物质匮乏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噩梦。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开放，至少使绝大多数的家庭摆脱了这样没钱吃不上饭的噩梦。因此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从所谓的经济开放政策中获益了。而其中的聪明的人、佼佼者还能够通过创业和特殊的渠道获得巨额的财富，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时期就会为温饱所困，而无暇为理想、归宿、尊重而奋斗。但是呢，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人们就会慢慢的超越温饱，而去有更高的追求，其中就包括人权自由之类的。所以呢，按理来说，随着人们物质经济生活的好转，中国人从吃不饱饭变到了能做生意，能买衣服啊，能买电子产品，经济生活都有了极大的好转。那中国模式的这种专制、顺从、低人权应该就被动摇呀，而不是被强化呀。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需求，比如人权、自由、民主，对不对？可是呢，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反而变得越来越专制，对不对？这个现实跟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结构完全相反。虽说1980年代确实出现过什么8964，就是人们在满足温饱之虑以后，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权利的社会运动。可惜当年的8964运动并没有促进中国社会的良性转型，反而强化了中国的集权和高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强调了2点：不争论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社论。不争论呢，它的目的就是从社会领域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经济发展呢，就是确保维持社会形态有足够的资源。有很多的富商巨贾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创业发家的。19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只有2部法律，就是宪法和婚姻法。现在的大多数法律都是在1992年以后设计的，这是关键啊！我们仔细观察啊，中国的每个法律出来，就会导致有很多人莫名其妙的成了违法犯罪分子。比如买房贷有信用卡分期的都不行，自己种的树自己都不能砍。所以呢，中国的法治建设使中国的各个阶层普遍的具有原罪，不仅是富人，也包括小资阶级，比如小老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等等。按照法律条文去套用，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违法了。比如要严格按照税法来经营的话，几乎没有哪个企业主能够维持并发展下去，他们根本就赚不到钱。因此呢，偷税漏税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关键是中国的税法并不总是严格的执行，大多数时候呢是可以与执法机构来勾兑的。问题是，如果你试图在赚钱之外再要求点别的，比如说权利、自由、民主、反共，那么偷逃税将会成为惩治拿捏的方便法门。不仅税法如此，其他的法律
比如什么卖淫嫖娼呀，对吧？中国的卖淫嫖娼是违法的嘛？可是呢，你如果去认真的执行，彻底禁止，就像禁止批评共产党一样的严格认真的执行的话，将会直接损害实体经济，将会损害社会的稳定性。按照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的性工作者是全世界最多的。像东莞这样的性都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包括每个城市都有什么桑拿房呀、洗头房呀。哎，帅哥过来洗个头，哎，帅哥过来理个发。我相信很多人路过那些火车站的地方都应该看到过，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些服务全部禁止了，哎，多少人，包括官老爷也没地方去了，是不是？这早都不是公开的秘密了。中国的这个色情行业不比国外萎缩，甚至比国外更发达。一些东南亚国家，泰国、缅甸、越南，甚至日本呀，他们那里的女人还不远万里的跑到中国来开发性市场呢，你们知道吗？事实上，性产业解决了大量的底层女性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单身男性的犯罪问题。所以呢，大多时候呀，共产党他也并不会严格的去执行什么禁止色情行业。但是呢，当需要整治像黄海波这样的意见领袖的时候，或者是通过道德运动来重塑权力形象时，禁止嫖娼的法律就能派上用场了。当既得利益与违法犯罪嫌疑联系在一起之后，社会的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砍下来。如果说基督教教义所蛊惑的原罪使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和虔诚，那么中国的法治所赋予的原罪则会使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更加的顺从和臣服。因此，这只能说他们不仅误判了中国，其实西方他们根本就没理解中国模式的基础到底是啥。正是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既得利益者通过合理化作用认同了中共的规则，同时呢，他们的利益又能被轻易的依法剥夺，就像刚才的马云一样，140多亿就这样没有了，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会在非常有安全的界限内谨言慎行，这又会强化了每个人的自我审查。举个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如果说丈夫有了某个把柄在太太手里，而这个太太她即使没有使用这个把柄来要挟丈夫，这个丈夫他也会本能的更倾向于顺从太太，尽可能的抑制和减少对太太的批评和反对。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丈夫的偶尔出轨被太太宽恕了以后，会增进夫妻关系。同样的道理，社会的精英们他们有意无意的违法，然后呢被党宽恕了以后，也会增加他们对体制的认同和维护体制的决心。所以呢，很多网友们认为的，当中国发达了以后，当中国人民有钱了以后，就可以民主了。不对，非洲有很多民主部落，印度也很民主，印度有100多个党派，可是呢，他们都并不富裕呀。中国说实话富豪不少，中国的有钱人经济水平也不算是全世界倒数，可是呢，中国的集权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对不对？一说到有钱面具人，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国际政治学界有个概念叫做石油的诅咒，它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家无法发展出来类似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途径很类似于石油的诅咒。虽然说中国社会最富裕的阶层的骄奢淫逸不输于中东产油的那些富翁国家，但是呢，仅仅依靠这些富翁阶层显然是无法维系中国模式的稳定和发展的。维持中国模式的人群基础是那些广泛的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公务员、国企员工、教师、医生、媒体人等这些体制内的人，
当然了，也有体制外的企业主呀、管理层呀、外企员工、自由的高薪职业、生意人等等，他们这些人都是依托于这个体制吃饭的。比如某大学的教授曾经向教育部写信抵制政治教育，抵制洗脑，结果呢，他外出讲座的收益没有交税的事情就被查了出来。那你说，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你受邀外出讲座或者是写稿，你很难分清楚对方是否为你支付了讲座费的税费，并且呢，你就算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这个法，共产党也可以随时立这个法，说你犯法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反正说你违法，你就是违法。所以呢，只要把这些所谓的公知呀、生意人呀、老板稳定住了以后，社会大体上就能稳定住了。当然了，社会除了既得利益阶层，还有一些更底层的民众，他们并没有从体制中获益，甚至他们还在被压榨盘剥呢。如果说这群人不顺从，社会同样会乱。尽管社会的资源是掌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手中，可是呢，针对这些社会底层也不得不防。对于他们，共产党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这就是近10几年来的维稳模式。维稳的法宝是习近平的法宝。我们想啊，哪怕是既得利益阶层，只要涉及到什么强拆收税呀，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被损害的群体。中国模式针对被剥削者，采用了将每个人单独的监控起来，并且呢，封闭他们的信息传播渠道，通过专业化的手段来促使他们放弃需求。对单个目标而言，可能采取的手段是极其灵活多样的，既包括重金收买，说服你的亲戚朋友，也包括暴力打压，直接消灭。总之呢，只要能促使其放弃诉求，让他不捣乱，重新的让他顺从，就能达到目标了吗？中共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顺从。中国模式的网格化维稳是详细研究前苏联东欧剧变而来的。前苏联采用的是专业的警察治国的控制模式，而中国呢，则进化出了群众专政的控制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从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面对民众不顺从的压力的时候，面对民主运动的时候，苏东最终崩溃，而中国不仅顶住了压力，还能继续的更加的专政。从表面上来看，苏东剧变后的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反而变得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平静，更加的稳定，更加的专制。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发展，民众也越来越爱国，甚至抛弃了港台文化、欧美文化。你们看啊，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人，在那个时候都是高度的羡慕欧美、日韩、港台文化的。可是呢，现在的中国人却高度唾弃，因为群众专政。群众专政的社会控制模式使政府的终端触角深入到了农村社区。事实上呢，帮助中国维稳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是权贵官僚阶级，而是底层混饭吃的那些人。从心理学上解释，人们通常会追随大多数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从众现象。但是呢，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也会追随少数人的观点。这种特定的情况就是少数人必须自信，而且坚持，有一定的成果。当年之所以共产党能够从少数派发展壮大，最终从大陆赶走多数派的国民党，就是依靠这样的影响机制，由少变多，星火燎原。共产党他自己是最知道星火燎原的威力有多大，所以呢，他就要阻止个别成员的维权演变成为全民共识，影响力变大。所以呢，就要把这些人分化并孤立之，使其不能形成任何组织。因此呢，驱散任何不被允许的组织就成为了中国模式的重要核心。
无论这种组织是否具有政治诉求或者是权力诉求，也无论它是商业性的还是健身性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甚至结婚生日聚会都要严格的限制人数。在面对少数人的维权，只需要令他们成为孤岛，人人被切断通讯，就能最大限度地隔绝其社会影响。所以呢，近年来在某些重大灾难性意外事故发生以后，共产党最急迫的工作就是维稳，甚至第一个事儿不是安排医务人员，是开那种信号屏蔽车过去，先把周围的信号全部屏蔽了，不让这个事儿发酵出来。务必要使每一家每一户知道这个灾难的人不能互相串联，然后呢，个别性的、针对性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网格化维稳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有效地使社会可能的反抗压制这种不稳定性压到了最低程度。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现在是互联网社会了，谁还需要面交呀？直接往上发，全国人民都能看见嘛，对不对？你维稳是维不住的，只是包不住火的。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要有效地阻止有害讯息的传播，防止个别人的维权可能通过互联网而放大，进而呢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热点事件。这是重中之重，你们想的没问题。可是呢，你们再想一下你都能想到的东西，那些共产党的学者、专家、老狐狸们，他们能想不到吗？对，确实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哪怕当事人被维稳了，被控制住了，可是呢，旁观者、知情者发出的视频、图片和文字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散布出去呀，对不对？你怎么维稳也维不住呀。比如呢，一条关于维权的讯息在微博上传播了以后，可能不涉及任何的敏感词儿，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也不包含在任何已颁布的禁止讨论范围内，那么类似的讯息就有可能迅速传播而成为关注的热点事件，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确实成为了中国模式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一个软肋。近年来呢，正是因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管制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阻止某些前所未见的资讯的失控。那这对中国模式的维持和控制带来了潜在的危机。不过呢，近几年来，特别是近3-4年来中共学聪明了。它针对此前无法有效管控互联网讯息的这种问题，政府已经越来越有心得了。从早期的设置敏感词屏蔽，以及呢所谓的网上长城防火墙 GWF 的之类的智能屏蔽将有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的资讯阻隔在普通用户能够接触的范围之外。虽然呢这些防火墙呀、屏蔽，它都不能彻底的阻止那些试图翻墙的少部分人，但是呢，它确实是可以有效的吓阻大多数的普通网民。只有极小部分的人，他就是不信邪，要研究什么翻墙软件呀，就是要翻墙。可是大部分人一看这个外网上不去了，嫌麻烦，就不会去研究什么翻墙软件了，对不对？少数人知道了某些真相，他很难扩大声音。少数人知道了，并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因此呢，在墙内，在墙外，把他们都要隔离开来。你说，如果有些人知道真相了，万一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了怎么办？共产党就有他的妙招，通过使用潮水一般的舆论引导，阻止少数知道真相的人去传播某些资讯，甚至呢，引导他们、圈养他们、控制他们，把他们转变为武器。上一次的美国大选，你们也看到了，中国人被控制了以后，也是有相当大的破坏力的。这些所谓的反共的中国人，他们把矛头已经不指向中国共产党了，他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反而是反美，对不对？很多的民运呀、反共人士呀、反共的网友，
他们每天的任务已经不是骂共产党了，而是骂美国，骂美国民主党，骂什么蜥蜴人政府，骂什么阴谋政府。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维稳战术的成功应用，学会了没有？说到了蜥蜴人呀、阴谋政府呀、毁灭世界呀、地下城市吃人这类的骇人听闻的负面新闻，为什么负面新闻更容易获得传播呢？而正面的新闻却无人问津呢？咱们在网上看看啊，不管是反共的还是挺共的，你看到的绝大部分资讯都是谁把谁坑了，谁把谁迫害了，谁把谁他妈给日了，对不对？你很少能看到他们传播什么救助小动物呀，救助老弱病残呀，互相帮助呀，社会运动呀，没有，全部都是看到的互相杀害、互相坑害的内容。为什么这些信息更容易传播？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是可以解释通的，其原因就在于相比于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突发的负面新闻、博人眼球的恐怖事件具有感知显著性，更容易被人关注。人们对帮助别人具有着本能性的不敏感，可是呢，人们对自己被迫害有着本能性的防御能力。同时呢，与受众有关的负面新闻更容易传播，这是因为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自我参照效应。比如呢，媒体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了矿难，中国的读者可能会不太关注；而如果是贵州发生了矿难，河南发生了矿难，则就更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因为它与读者很近，息息相关。因此呢，与自己有关的负面新闻更容易传播，这是人性使然。但是这种天性不利于独裁政权的社会控制。为啥？因为大家都关心负面新闻，关心了以后就会找负面新闻，找了负面新闻以后就会传播负面新闻，传播了负面新闻以后就会导致更多的人关注负面新闻，就这样螺旋升天，形成风暴蝴蝶效应。共产党肯定不喜欢这样呀，那怎么办？只报道好的，不报道任何的负面信息，垄断资讯发布。但是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令你无法阻绝令人不愉快的负面讯息的传播。前面说到了，中国社会既然要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它就无法像朝鲜那样彻底关闭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只要存在，多多少少都会有信息漏网之鱼出来的，你是无法100%的阻断负面信息的传播的。所以呢，共产党就会通过像潮水一般的舆论引导来降低负面新闻的感知显著性和公信力。这就是所谓的五毛现象带节奏。五毛的正式称谓应该是网络评论员。你们知道吗？一个县的宣传部门，他们都会雇佣超过1000人的网络评论员团队。这种专职或者兼职的网络评论员能够有效地降低负面讯息的感知显著性。比如呢，他们会通过刷屏令某些问题帖子沉底，通过潮水般的跟贴使某些负面的新闻呈现出大多数网友都不是这么看的呀，那这个帖子一定是错的，或者是大部分的网友都是这么看的，说得好，支持，那这个帖子说的就是对的。我们仔细观察啊，这种玩法不但在墙内有，什么抖音、微博、头条，说得好，你太棒了，坚决支持。或者是某个人说了一个真相以后，下面全都是骂的这种现象不仅是墙内有，墙外也有。你看 Facebook 油管呀、Twitter 呀，某个民主大师说了某些话以后，下面的那些帖子一堆堆舔屁眼的，你一看都是假的，太假了但是呢，确实是有傻子信。大部分中国人是没什么眼界的，他们很容易被这种摆地摊的骗术骗。所以呢，要多看面具人的节目，提高智商，打开眼界。通过正反两面的引导从众，可以降低某些信息的公信力，反过来呢，也可以提高某些信息的公信力，让大家信或者不信
都是可以引导的。这些都是网络评论员的常规手法。不仅政府会雇佣网络评论员，一些高校呢也会通过什么课程实践呀、社会实践来雇佣兼职的学生做网评员、红色巡逻兵，以监控其他学生的网络发言，实时报告可能危及学校和社会还有领导形象的负面讯息，监控老师或者是举报学生。网络评论员通过灌水、有意识的偏向引导，或者是诋毁信息的发布者、赞美信息的发布者，使人很难进行信息的筛选，让人们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它可以令不愉快的负面讯息传播效果降到最低，它也可以让党想表达的假讯息它的效果放到最大，这就叫节点。其实无论是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自媒体，其传播过程都不是由信息源直接影响到受众的，而是要通过中间的节点。那这个节点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在传播学这里被称为两极传播理论。比如说一个报纸它直接发文说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没有影响，读者看到了以后并不大可能会直接受这个意见的影响，他们反而会去考虑他们信奉的专家怎么说，他们信奉的明星怎么说，他们会追随身边的意见领袖。如果意见领袖接受报纸的观点，这些读者们就会接受这个观点；如果意见领袖反对这个观点，这些读者们也会跟着倾向于反对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大众媒体的资讯是否能够对广大读者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大众读者身边的那些意见领袖。墙内人信什么迪丽热巴呀、贾玲呀、沈腾呀、袁腾飞呀，对不对？墙外人就信江峰、文昭。这些意见领袖对他们的信徒可以说有着接近100%的支配权的。这些意见领袖几乎是可以完全掌控他们信徒的大脑思维，完全左右他们的行为的。比如高校里面某个像吴亦凡的男老师会成为许多女学生的意见领袖。B 站的观众们会把李子柒当意见领袖，一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把办公室小野当意见领袖，海外华人可以把郭文贵当意见领袖。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必定会有意见领袖。只是这其中的区别是，特定的意见领袖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影响的人群有多广而已，影响的范围不一样而已。不仅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要遵循经由意见领袖的两极传播途径，其实自媒体的传播也同样遵循两极传播途径，只是他们的方向正好相反。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从大众传媒发出讯息，进而影响广大受众，而自媒体则是由特定的某个普通网民发出讯息，进而影响广大受众。咱们以微博为例，某个普通的微博网友，比如小王，他的粉丝可能只有寥寥几十个人，他发出去的绝大多数信息也只有跟他关系好的人能看得到，也只有几十个点击量就了不起了，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力。但是呢，如果他在某一时刻刚好在某个突发事件的现场，并且呢把这个突发事件的刺激的图片或者文字报道以微博的形式发布了出来，他的粉丝或者朋友迅速就做了转发，而他的粉丝的粉丝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了以后也迅速提起了兴趣，也进行了转发。只要这个事件具有感知显著性和引起大家自我的参照效应，引起大家的兴趣，其他的读者或者粉丝就会有很高的转发率，那这个事情就很可能会扩散开来。如果只是在同级别的微博间转发，还不会形成特别大的公众效应，但是呢，这其中只要哪怕有一次被某个粉丝的粉丝的粉丝转发了以后，暴露到了某个大 V 的眼球里，这个大 V 进行转发了以后，那这个讯息就能迅速的成为公众事件。像韩寒这样的意见领袖，他哪怕转发一条叹息，都会获得
成万上千的转发和评论，几百万的点击量。所以呢，在自媒体时代，一条讯息要成为公众的关注热点，就必须要经由公众意见领袖的转发。就像前几年风靡全球的那个鸟叔骑马舞一样，能红遍全球，并不是说这个舞跳得多么好，比他跳得好的人多了去了，对不对？只是因为他发布到 YouTube 上了以后，他的这个跳舞的视频被好莱坞的音乐圈做了转发和推荐，而好莱坞的音乐人，这些明星，他又是全球流行音乐界的公众意见领袖，所以呢，鸟叔的骑马舞想不红都难。为啥面具人我上一个节目都说到了，你在墙内做媒体，做这些科技公司、传媒公司、通讯公司，都要定期的被共产党核查啊！尤其是墙内的媒体人做文宣的，他都要学会什么东西能发，什么东西不能发，什么东西能转发，什么东西不能转发。如果做错了，轻则丢饭碗，重则坐牢，懂了没？老板就让你把公司倒闭，把你的公司关了。这个面具人我是了解的太清楚了。因此呢，共产党他就要定点消除那些所谓的微博大 V 的影响力，或者是控制这些人，把他们全部的控制住。如果说有人脱轨了，有人不受控制，那手段多得很。你别看你有名气，直接把你名声毁了都行。比如通过对薛蛮子、黄海波以涉嫌嫖娼和聚众淫乱罪把他们处罚了以后，身败名裂，以后也不能出来赚钱了，对不对？这样就会让其他大 V 形成寒蝉效应。可是呢，在墙外的这些反共英雄，共产党塑造他们形象的方式就可以反过来。在国内你看啊，小粉红的眼里，这个人坐过牢，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可是呢，在墙外的这些反共人的眼里，这些人被共产党把他坐牢了，他是英雄，他好。所以共产党啊，他要捧出来一个民主斗士之前，他一定会做一做文章，说这个人被迫害了，在监狱里面绝食被酷刑吊打，共产党怎么对他坐牢怎么迫害他，污蔑他。然后呢，这个人的人设又立起来了，他很快就可以成为墙外的一个公众意见领袖。你说这个绝食可能不可能？面具人我从心理学上告诉你们啊，几乎是不可能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学医学的啊，但是我从心理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啊，人他绝食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的精神就会开始崩溃啊，他的行为就不怎么受他的大脑支配了，不怎么受他的心理情绪支配了啊，取代他的就是本能，给他啥都吃啊。而且呢，监狱里面让你绝食，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监狱里面有专门防绝食、防自杀的各种工具啊。那个插管一给你插下去，管你吃不吃呢，对不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在互联网时代，能够是否有效地控制资讯传播的节点，这才是中国模式的命门，甚至攸关它的生死。这一点对共产党太重要了。这也就是为啥共产党他最近几年树立了各种各样不同圈层的这些偶像呀，什么美食圈呀、电竞圈，各个圈你都能找到能统领他们范围的大领袖。只要控制住一个人，我就能控制住1万个人、100万个人、1000万个人，对不对？大家都互相有好处，你赚钱我发财，你拿钱我拿政权嘛，对不对？好了，最后概括总结一下，首先是促使社会普遍的自我审查，同时在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中灌输让人们习得性无助，以及给他们带来定向的认知启动效应。而认知启动效应的错误会导致他们认知失调，促使他们会努力地将顺从合理化为认同，培育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韭菜爱镰刀，底层群众
给权贵们钱，让权贵们维稳自己，同时呢，又造成他们普遍的违法原罪。然后呢，再加上网格化维稳，使少数人的维权无法形成公众共识，无法传播，通过屏蔽使用网络评论员以及定点消除公众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来控制资讯的传播，再加上培育某些公众领袖，让他们控制某个网格社区，这些应该就是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并且仍然维持持续发展、一直壮大的心理学基础。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最后补一句啊，面对这种政权啊，你很难就是说战胜它。想要战胜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它。那怎么削弱它？其实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最好的反共就是不给共产党提供任何一份能量、一份弹药，对吧？共产党的力量就是源自于那些贪心的底层无产阶级流氓。想要占共产党的便宜，想要依附于共产党的力量来生存啊！你还想靠共产党？其实共产党也想靠你们。最近面具人也在整理一些会员资料，如果大家有什么移民呀、理财呀，还有心理问题、家庭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都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和我进行单独沟通。然后呢，加入会员也都可以看到面具人之后推出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政治学，包括理财方面的会员专享内容。好了，我们下期再见。